深夜3点，台北信义区的摩天大楼依然灯火通明，但在这座不夜城的某个角落，一位中年男子正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让人绝望的数字，余额3847台币。就在昨天，这个数字还是6位数。24小时内，10年的积蓄化为乌有。这不是偶像剧情节，而是正在全台湾各地真实上演的财富崩塌故事。今晚，我们将带您深入这个隐藏在繁华背后的残酷真相：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财富归零？这场看不见的海啸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未来？1. 看不见的陷阱。镜头拉向台北内湖科技园区，写字楼里灯火通明。35岁的阿志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是一名资深工程师，年薪130万台币，在同龄人中算得上成功人士。但此刻的他却在公司顶楼天台上点燃了人生第3支烟。他从不抽烟，直到3个月前。我做梦也没想到，阿志的声音有些颤抖，10年的积蓄竟然在3个月内全部消失。这不是个例。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家庭正面临着存款持续减少的困境，而其中近25%的家庭存款已经降至警戒线以下。这些数字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像阿志这样的真实家庭。让我们把时间回到3个月前，那时的阿志银行账户里有着300万台币的存款，刚刚在新北市购置了一套30平的公寓，妻子怀着2胎，生活看似一片光明。然而，一个看似普通的投资决定，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轨迹。台积电、联发科、鸿海，阿志念出这3个曾经让他夜不能寐的股票名称，当时身边的同事都说这是护国神山，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一个时代。这就是第一个财富陷阱，盲目的投资冲动。在社交媒体和同事朋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相信，仅仅靠薪水是永远无法实现财务自由的，必须通过投资来让钱生钱。但残酷的现实是，大部分散户投资者都会在市场波动中损失本金。2. 房子。镜头转向台中七期重划区，28岁的小美正在看房。作为一名软体工程师，她的月薪达到了6万台币。在台中这座宜居城市，她认为自己有资格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售楼小姐的声音甜美而专业。这套20平的2房，总价只要1200万台币，头期款30%，也就是360万，月缴大概6万台币。以您的收入水平，完全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让我们来算一笔账。小美的月薪6万，扣除劳健保和所得税后，到手大约5万台币。月缴6万台币，这意味着她需要额外找到1万台币的收入来源。而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开销、交通费用、人情往来等必要支出。更可怕的是，小美为了凑够360万台币的头期款，已经掏空了父母的退休金，借遍了亲戚朋友，甚至还通过各种管道借了120万台币的信贷。从签下购屋合约的那一刻起，她就踏上了一条30年的还债之路。房地产专家王教授指出，当前台湾家庭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房贷占比超过 75%。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的财富都被锁定在房产上，一旦房价下跌或者收入减少，就会面临严重的资金链断裂风险。3. 创业梦想。画面切换到台南一家文青咖啡厅，装潢精美，环境优雅，但此刻却贴着顶让的告示。这家咖啡厅的老板是38岁的阿华，曾经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专案经理，年薪100万台币。我就是太喜欢咖啡了，阿华苦笑着说，觉得开一家自己的咖啡厅，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能赚钱，简直是完美的人生规划。然而，现实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咖啡厅开业仅仅8个月，就因为经营不善而面临结束营业。
400万台币的启动资金，不仅包括他多年的积蓄，还有从银行带来的200万台币创业贷款。如今，这些钱全部付诸东流。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的创业企业中，85%会在3年内关门，而其中55%会在第1年就结束营业。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被创业梦想冲昏头脑的普通人。4. 消费主义。镜头跟随着25岁的小文走进了台北东区商圈。作为一名刚毕业的上班族，他的月薪只有35000台币，但手机里却安装着10几个购物 App。 每次刷到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想买，小文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操作着手机，反正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还几千块，压力不大。但当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账单时，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信用卡欠款18万台币，各种分期消费加起来超过30万台币。而他的月收入扣除必要生活开销后，能用于还款的资金只有8000台币左右。数据显示，台湾年轻人平均负债已经达到了月收入的15倍，其中消费贷款占比超过55%。这意味着大部分年轻人还没有开始积累财富，就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5. 诈骗陷阱。深夜的网络世界里，各种诈骗手法如同精密的捕猎网，等待着猎物的到来。65岁的陈阿姨刚刚退休，手里握着辛苦工作一辈子积攒的350万台币退休金，正在为如何理财而烦恼。电话铃声响起，对方自称是知名银行的理财专员。陈女士您好，我们银行推出了一个专门针对退休人员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12%，而且完全保本，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这通电话彻底改变了陈阿姨的人生轨迹。在对方的巧舌如簧和层层包装下，她逐渐相信了这个银行内部产品的真实性。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她甚至将房子抵押贷款，凑齐了500万台币投入这个项目。3个月后，诈骗集团人间蒸发，陈阿姨不仅失去了所有积蓄，还背上了300万台币的房屋贷款。一夜之间，从小康退休生活跌入了债务深渊。刑事警察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台湾每年因为各类诈骗案件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60亿台币，其中投资诈骗占比最高，单案平均损失金额达到200万台币以上。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像陈阿姨这样的受害家庭。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更可怕的是，现代诈骗手法越来越精密，从传统的电话诈骗到网络投资平台诈骗，再到利用 AI 技术的深度伪造诈骗，骗子们总是能够精准地找到每个人的弱点。他们会研究受害者的社交媒体，了解其家庭状况和财务情况，然后量身定制诈骗方案。35岁的工程师小陈就是深度伪造诈骗的受害者。某天，他收到了老板的视频通话，要求他紧急汇款150万台币处理一笔海外业务。视频中的人不仅长得像老板，连声音都一模一样。直到第二天上班见到真正的老板，小陈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但钱已经追不回来了。网络购物诈骗也是年轻人频繁中招的陷阱。诈骗集团会建立虚假的购物网站，以超低价格吸引消费者下单。28岁的上班族小丽看到某个名牌包包只要原价的1/3，心动之下立即下单，并支付了3万台币。结果不仅没收到商品，连客服也联系不上了。感情诈骗更是让人防不胜防。40岁的单身女性美玲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了一位自称是海外工程师的男子，两人网恋半年后，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借钱，
美龄前后汇出了80万台币，最后发现对方根本不存在。台湾财经犯罪防治中心的专家指出，现代诈骗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运作，从剧本编写、人员培训、技术支持到洗钱渠道，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普通民众很难识别这些精心设计的陷阱。6. 健康透支。凌晨2点，台北某科技公司的办公楼里依然灯火通明。30岁的工程师阿明正对着电脑荧幕敲击着程式码，桌上摆着已经凉了的第3杯咖啡和刚叫的外送。这样的场景对阿明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周末加班更是常态。一日3餐基本靠外送解决，运动健身早已成为奢侈品。然而，这种透支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反噬。上个月，阿明在公司例行健检中被查出血管斑块，医生告诉他需要终身服药，并且随时有心肌梗塞的风险。频繁叫外送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外送食品为了口感和保存，往往含有大量的油脂、盐分和添加剂。更可怕的是，盛装外送的塑胶盒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微塑胶和有害化学物质，长期摄入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更让人担忧的是过度减肥的现象。重症医学科的林医师分享了他的观察：我们加护病房里最怕看到的不是80公斤的老年人，而是那些不到50公斤的年轻人。一个人只要不是太胖，患病的时候身上的脂肪是可以保命的。长期熬夜则是另一个健康杀手。在责任制工作和各种娱乐诱惑的双重压力下，熬夜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常态。但熬夜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修复的，长期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记忆力衰退等一系列健康问题。7. 生活成本。画面转向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父亲阿德今年35岁，在一家制造业公司担任技术主管，月薪8万台币。母亲在一家补习班工作，月薪4万5千台币。5岁的儿子正在上幼儿园。看起来这是一个标准的中产家庭，但当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开支时，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房贷月缴4万5千台币，这是他们最大的固定支出。这套位于新北市的2房1厅，是他们倾尽所有才勉强买下的。车贷月缴1万2千台币，虽然只是一辆普通的国产车，但在台湾生活，没有车几乎寸步难行。孩子的教育费用更是一个无底洞。幼儿园学费每月1万5千台币，还不包括各种才艺班。英文班每月5千台币，钢琴课每月3千台币，游泳课每月2千台币。阿德的妻子说，我们也不想给孩子这么大压力，但周围的孩子都在上这些课，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阿德仔细算了一笔账，房贷车贷每月5万7千台币，孩子教育费用2万5千台币，日常生活开销至少2万台币，各种保险费用5千台币，人情往来平均每月3千台币，总支出10万台币，而他们的总收入只有12万5千台币。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不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他们每个月也只能存下2万5千台币。8. 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危机。镜头切换到一家护理之家，78岁的陈奶奶正在接受看护的照料。她的儿子阿文站在一旁，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奈。母亲患了失智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阿文的声音有些哽咽。护理之家每月费用3万台币，专业看护24小时照料，每月还要4万台币，加上各种药物和治疗费用，每个月的开支超过8万台币。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负担。阿文今年55岁，在一家传统制造业工作，距离退休还有5年。他的月薪5万台币，妻子已经退休，劳保年金每月1万8千台币。
而母亲的劳保年金只有每月8000台币，根本无法覆盖她的照护费用。数据显示，台湾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8%，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25%。更令人担忧的是，台湾正在进入未富先老的阶段，社会的财富积累还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养老需求。9. 通胀的隐形侵蚀。画面回到10年前，王大爷站在台北传统市场门口，那时候一斤猪肉120台币，一颗高丽菜20台币，一碗牛肉面80台币。他手里拿着1000台币，可以买到一大堆新鲜蔬菜和肉类，足够一家3口吃上好几天。时间快进到现在，同样的传统市场，同样的1000台币，但购买力却大不相同。一斤猪肉250台币，一颗高丽菜50台币，一碗牛肉面180台币。王大爷感慨地说，现在的1000台币顶多相当于10年前的500台币。这就是通胀的威力，它如同一个隐形的小偷，悄无声息地偷走了人们财富的真实价值。虽然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没有减少，但这些钱能够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却在不断缩水。当夜幕降临，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那个深夜3点盯着手机屏幕的中年男子。他的3847台币余额，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整个时代财富焦虑的缩影。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在这场看似无解的财富归零危机中，依然有人找到了破局之道。40岁的美惠就是其中一个。5年前，她也曾面临存款归零的危机，房贷、孩子教育、父母医疗费用，各种开支让她喘不过气。但她没有选择高风险投资或者盲目创业，而是做了一个看似平凡的决定：强制储蓄。每个月薪水一入账，我就先转走30%到另一个账户，就当这笔钱不存在。美惠分享她的经验，剩下的钱再去安排生活开支。刚开始很难，但慢慢就习惯了。5年下来，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为他积累了近150万台币的应急资金。当疫情来临，先生失业半年时，这笔钱成了全家的救命稻草。经济学家们提出了3分法则，收入的1/3用于日常开支，1/3用于投资理财，1/3作为应急储备。这个看似简单的分配方式，却能够有效地平衡风险和收益。政策层面的变化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政府正在加大对教育、医疗、长照等民生领域的投入，试图减轻普通家庭的负担。同时，金融监管的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投资者的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的财务安全还是要靠自己来守护。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暴富，而是建立稳健的财务防护墙。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城市的时候，那个深夜盯着手机屏幕的中年男子已经睡去。明天他还会重新站起来，因为生活还要继续。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理解存款归零的原因远比恐惧它更重要。在这个时代，财富的真正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仅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更是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是持续学习的意愿，是理性消费的智慧，是对未来的合理规划。每个人的存款都可能归零，但每个人也都有机会重新开始。关键在于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